大亨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好！我的登天阁。 李寒一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！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喂，你还好吧？ 还好。你是？我叫李凡松，也是来闯登天阁的。哦，你好啊。哇，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，真是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真想亲自接这一剑。会有机会的，我去了。问剑雪原剑仙李寒一。哎，这来闯阁的是我，你要问剑剑仙，得从第1层登起啊。 望城山赵玉珍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，请雪月剑仙赐教。无量剑是无量剑。李寒一，我要跟你拼命！不要拦着我，李寒一，我的登天阁。去。 李寒一，你陪我登天阁，我跟你拼了！我的登天阁呀，天了！李寒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是打不过，要不，咱俩一起上？好啊，一起上！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剑雪月城，赵玉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剑雪月城。 剑仙请留步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凡松亦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下一个开始燃烧，照亮整个黑夜。剑名，烈火轰雷。 剑名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所有这些都敌不过。
大家一起上，把那小子给我带回去。卢玉斋，师命难违，唐莲，我劝你还是让开的好。一起上！谁？三师尊。 这人是谁啊？刘杰，你要记住这个人。之前你遇到的风雪剑沈庆州、碎空刀王如斯，虽都是1等1的高手，不过也只是之一罢了。而这个人，乃是当今用枪第1人，枪仙司空长风。枪仙司空长风，雪夜城的3城主。你的口水都快掉下来了。 把那个表情收一收，别太丢人。适才，你问我是谁，你不认得我，可认得我这杆枪？见过枪仙。无双城这次派了这么多精锐，为了一个质子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回去告诉无双城的那些老爷子，若真以为抓到了一个孩子就能够颠覆整个江湖，那么莫说什么天下无双。 这无双城的名字，我看也不用再叫了。还有，无双城难得找到一块良材美玉，可别用杀猪刀给雕了。这句话，烦请回去转告给宋彦回。前辈这句话，晚辈定能转告。如果到时候我没有忘了的话，刚才你留手了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几个不死也会重伤。多谢了。 不必谢，只希望各位伤愈之时有再战的机会。好。我的剑法虽比不上二师兄，但也练过几年。枪仙这个仙字可真不是白叫的。无双剑侠13剑，果然只有修炼到仙仙才能完全操控。萧总，这把剑是……天下10大名剑第2，大明朱雀。大明朱雀。哇！大明朱雀，司空长风。大明朱雀，司空长风。还魂了？御剑、御枪，道理总是一样。我只不过用我的内力强行操控了无双剑侠。若要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还要靠你自己。多谢枪仙指教。走吧。走，师兄。三师尊，唐莲，你这次辛苦了。阿爹，乾隆，你这次可真是太……阿爹啊！你能不能先下来说话？我们仰着头说话好累的。哦。阿爹，
阿爹，别生气了嘛，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会这样。还有下次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爹为了找你，把整个雪月城都翻过来了。哎呀，阿爹，我错了嘛。哎呀，我错了嘛。三师尊啊，千洛这次确实胡闹了，一定得严加惩处。师兄，我一路上帮了你多少忙，居然这么说我。是啊，千洛也是好心的嘛啊！你还有脸说？这一路上净拖我后腿，哪里有帮忙？拖后腿？千洛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总给大师兄添麻烦呢？要不是我，他早就在美人庄内翻船了。我听说了，你好像帮他破了一个什么叫什么孤虚之阵，对吧？就算你不插手，一个小小的孤虚之阵还难不住我。小莲这话说的也没错，以小莲的武功，在咱们雪月城也是年轻一代之中的翘楚了。我看你啊，是气我坏了你跟那个天女蕊的二人世界了。你，好了，消消气儿啊。天女蕊是谁呀？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堡雷无节，正要去雪月城拜师呢。小伙子，看上去也是一表人才了。啊！别在这丢人了。他说我长得精神呢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吴心。让你们受苦了。本来我早就该到的，只是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旧相识，拉了拉家常，所以耽误了时间。自费一身功力，也非常人所能做到，难怪忘忧这么看重你。你也是来带我走的？不，雪月城特来此地，恭送叶安氏回宗。我想回寒水寺。雪月城特来此地，恭送叶安氏回宗。白发仙，白发仙，我刚刚说的那位旧相识，就是他。莫叔叔。哼，一见我就跑不说，还下那么重的手。你还认我这个叔叔啊？莫叔叔武功这么高，我哪能伤得到你啊？人我就带走了，雪月城不会后悔。还是那句话，雪月城不怕魔教，不怕天外天，更何况一个区区少年。走吧。等等，小子，你想怎样？你要带他走，可问过他同不同意？他本就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不回天外天，难道回那寒水寺吗？那他若是真想回这寒水寺呢？小子，你找死！当真以为我怕了那躲在雷家堡的雷轰，不敢杀你？
无心，你真的要走？我12年的契约已满，你本该就走的，为何还犹豫？锁山河之约为期12年，那期间他是质子。如今12年期限已过，天地偌大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说的没错，无心，你一句话，大不了我们再打一架。你就要拜师雪月城，又如何能与枪仙动手？师门是师门，公道是公道，兄弟是兄弟。萧瑟，你说是不是？他说的没错。少宗主，莫叔叔，莫叔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少宗主，天外天等待少宗主回宗，已经整整12年了。如今的域外16派4分5裂，唯有天外天从未有一人离开。我们都等待着少宗主回宗，重掌大局。寒色静悄悄，转身江湖路迢迢。天外雪飘飘，冷月的滚烫云知道。人间风萧萧，尘世应不觉思渺渺。宿命聊一聊，平心而动开怀言表。跋涉千万里惊涛，踏歌着浪潮，悠扬了年少。刀剑唇齿相依，肝胆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。任凭恩怨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我明白了，我走了。锋芒同行，天涯海角，下一通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恭送天外天宗主叶安世回宗。枪仙就不要再逼我了，无心知道了。其实啊，老和尚都已经死了，回不回那座寒水寺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过老和尚说的对，我的家是那方外之景，天外之天。你可以回寒水寺，但不是现在。师兄，我走了。师弟，不管你是不是天外天的宗主，寒水寺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教你的拳，要记得打。那道拳看似普通，千百万遍打下来，水滴石穿，聚沙成塔。至于我教你的，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它。我早就忘了，忘了就好。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但人生在世，说是无情，又有谁能真的无情呢？此情不可避免，我去了却一些旧缘。了了之后呢？再之后，重回江湖，与你们结伴而行。剩下那口棺材，
怎么办？就地埋了吧。我于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入席。我于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流。我于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哎呀，熬了半宿，终于等来一招好棋。嗯？嘿呀，你这一夜纵横四杀，不留余地呀！姑呢，不得不提起万分的精力，让自己输得不要太难堪呐！哈哈，这熬了半宿的人，应该是姑才对吧？天臣不敢。很久没与国师对弈了，但观国师这棋路，却较之前浑然不同了。圣上明鉴。天臣最近确实有些感悟。将来，世间万般诸法，千变万化，唯阴阳平衡不破。这阴阳，既在方圆天地之中，也在这黑白经纬之间。是冲是挡，是追是放，奇招万千亦不过，输赢两种结局，对弈之人也不过得失两种心态。国师何时学会含沙射影了？天臣不敢。哎，话都说开了，那就继续说下去。质子之事，国师以为孤得了什么，又失了什么？天臣斗胆，圣上失了一枚质子，得到了国之安定，人心之道义。看来国师也觉得此事现在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天臣是这么认为。哼哼，还有一事。一事？不，一人。孤听说，他也出现在此事之中了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啊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放心吧。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，临走前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但愿。诸位，这下官风，上官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说的便是我们雪月城的四绝，风花雪月。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雪月城除了这四绝之外，还有一绝，您就不见了。这江湖人士想要败入雪月城，首先要闯这登天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想当年，这棍江湖的老乞丐徐维，一口气登上了登天阁10层啊！这下得阁来，好了碗酒，喝罢酒，提着他那破棍子，再次登上登天阁，又连登了5层啊！
师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事。走了走了。哎，必须你别推我，再推我，走吧你。这么磨磨蹭蹭的，还想闯阁吗？我就刚听到兴头上的。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，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引满城风雨化作一枪给打下来的事吗？又不是没听过。那倒是。不过之前咱们在望城山上听到的，那叫传说。现在，在这雪月城登天阁下听到的，这才叫故事吧？懂不懂啊你？装模作样，回去我就告诉师祖，我就跑来雪月城闯登天阁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！哎呀，我得去闯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登天阁，我来啦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少年看来也要闯阁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人抢先了不是？我慌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呢。小师叔，你不是尽得师祖真传，会那忘气之术吗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上几层？这位少年嘛，我估摸着他能闯到……飞君啊，看来本公子今天这一觉，的确是晚了。望城山弟子。剑轻波叠涟漪，吹风化雨小惊喜。城市不闻梅雨淅，梅花翠江润戈壁。处处茅庐青色不可欺，文武战士苍茫秩序。无所谓民歌错综不拘，破天际借天词断谜题。倾国观经历对练出豪汉勇气。望江湖路上历练成功侠义，年华一笑便是灵犀，高歌行万里。少年风逐浪入城，平常心镌刻年轮。月黄未曾遇伤痕，敢闯荡才算人生。方寸间棱角激扬青春，踏实过岁月风人。天涯凌云尽所能。是你我并肩又一程，才是我岁月风人。天涯凌云尽所能，是你我并肩又一程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刘无节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
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。哎，痛快！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。你只要能赢1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。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。那13层那家伙，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江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，嗜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先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啊！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走的。我明白了。让开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2位喝杯茶。哦。紫薇望气，倒也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
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树？哎，飞轩莫动，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忘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2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边请吧。哎，飞轩，你不总说自己虽习得那通天之术，却觅不到美玉良才吗？喏，这个就是了，去给他算上一卦吧。美玉良才，算你的，吃不了亏。走吧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豆浆可还好喝？等我等到阁顶了，我再请你喝一碗便是。这么自信？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所以我还是赌的。买定离手。哼，要赢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你撒手！撒手！再不撒手，我教你了！116，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哎，你可以啊，啊，你的武功比你的赌术要强啊。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夸奖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无节。我上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骆明轩。啊，我知道，落霞仙子的弟子嘛。我早就对落霞仙子仰慕已久了。仰慕已久？啊？怎么了？嗨，他这都30多了，说什么一掌断江，那断的又不是长江黄河。啊！你干嘛一脸崇拜的样子？我跟你讲，她其实就是一个老女人。明轩，来西照阁。那个，我先上去了，一会儿再见。真是个有趣的人。本小姐不过出城半年，就让人当上13级，真是一群废物。公子，可以开始了。且慢。又怎么了？上面登阁那位欠我800两银子，那我也要为他登阁出上一份力气。
萧瑟，司空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才到啊？按理说1个月前你们就该到雪月城了。唉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萧师叔，过13层了，要上14层了。哎，那个雷无杰呢？莫非闯阁的是那小子？司空姑娘猜得不错。上次匆匆一别，还没来得及切磋一下，这次正好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杰拦住我？萧师叔，你不是说那个人不会武功吗？这可不是什么武功，这是一门轻功，不需要内力就能施展。什么轻功？天下第一轻功，踏云。这层守阁的人呢？大师兄，好久不见，大师兄。哎，不是说了没过门，先不要叫师兄吗？别人可以不叫，师兄一定得叫，毕竟咱们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。哼，你是雷门弟子，想要加入这雪月城，只需拿着名次找我便可。为何非要闯着登天阁呢？我来这雪月城，是为了见一个人，但若想见到他，就必须闯着登天阁。若是真跟师兄动起手来，望师兄莫怪。不错呀，最近武功的确精进了不少。我日日勤学苦练，可是一刻都没放松过呢。大师兄，再来！没想到你这火灼之术竟然如此厉害，嘿嘿，瞬息间就破了我这刀丝阵。刀丝？水好，那你就接我一记暴雨梨花阵，还敢不敢说了？不，我不说了，我不说了。想不到几日不见，司空姑娘的武功竟精进若此。那当然，长得也更漂亮了。哇，过14层了，过14层了！爸爸。
二位久等了，咱们这就继续吧。萧瑟，这两位是？看这打扮是望城山的人吧？偶遇而已，想请望城山的2位高人算一卦。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司空姑娘。不知2位前来雪月城所为何事？那个，我们就是来看看，就是来看看。二位，咱们开始吧。接着。这是什么？这药叫做冰清水，常人服下，全身的血液都会顷刻间冻结，但对于你不同。你的火灼之术已经进入了迦楼罗境，但你的身体却难以承担。如果运功过久的话，恐伤及自身。而这冰清水便会护住你的心脉，延长火灼之术的时间。多谢师兄。哎，对了，师兄，这15层可有什么建议？我建议你明天再来。明天？这登天阁的每一层都是不同弟子轮流值守的，只有守阁长老在这一层，一待就是10年。哦。今日你已经很疲惫了，早些回去休息，明天再来。哎，好吧。哦，那师兄，那我能不能问一下，这15层的守阁长老是谁啊？如果你见了他，一定会觉得很亲切。啊？长相大剑今日竟有空来青天剑做客，真是难得呀！来，朝中那么多的达官显贵，都想拜访青天剑，却都未能见上国师一面。锦仙也怕吃了闭门羹，丢了颜面，所以才迟迟不来。长相大剑说笑了。国师，这里就是青天剑的星月阁吧？据说历代的剑圣都曾在此处观星象，测天下大事。不知国师可看出什么来了？明日会下雨。就这样。后天还会继续下，刮西风。3日后会放晴，但还不确定。锦仙一直以为国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没想到国师却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大剑不信我说的。锦仙自然相信，只是国师应该知道，锦仙并不是问明日的天气，而是这个王朝的明日。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因此，长相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。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
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，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，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一化龙，直飞9天。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玉珍提剑来看我的脑袋。萧瑟，钱老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了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哼，这么听来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刘姐，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用缘分喝酒？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！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瞎情而已。哎！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上楼头，弄玉箫。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舒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
好酒能品1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这酒，这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他有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平淡频率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第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那小家伙已经闯到10几层了，定是来寻你的。你不见见他吗？说不定是雷家让他来寻雷云鹤的。若是雷家派他来，他就拿着名次找我了，何必去闯登天阁呢？我见过那孩子，一袭红衣，和他母亲当年一模一样，只是那傻乎乎的性格是学他爹爹的。和你听说你等的那个人也入城了，你为何不去见他呀？你都不急，我自然不急。师兄呢？为何没跟你一起来？他呀，他为了酿他的孟婆汤，要去海外仙山去寻求他最后一味草药。哼，孟婆汤，过去的事情，他就那么想忘记吗？他最想忘记的，只是一件事情罢了。哎，我们正聊着雷无节，怎么一下子拐到大师兄那儿去了？哎，说真的，你真不想去见他？哎，我说你这个执拗的性子啊，真得改一改。他可是你的……哎，罢了罢了，不提雷无节了。除了雷无节之外，还有一位你故人的弟子
也来了。故人，望城山，赵玉珍。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。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节休息。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 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坊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坊？ 孟婆汤，孟婆汤，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！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一杯的吧？萧楚，我叫萧瑟。 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哈，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刺剑的时候要放平，走。 收回来，平刺，收回来。姐姐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。小杰起来，小杰最乖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们继续练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再站起来练一下，好不好？真乖。15年了。 我还真是一个不称职的姐姐。小安，萧瑟，哎，那老板人呢？走了，寻酒坊去了。寻酒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人家助你连开3门火灼之术，你只需要记得他是一个高人，也是一个好人就够了。 哎，说得对，走，闯登内阁去。哎，吃个早饭再去吧。哎，也对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嘛。走，走，吃早饭去。马上就要分道扬镳了，最后一顿早餐我请你。萧瑟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惆怅了。一点都不惆怅，只是这一趟回去又是那么遥远的路程，仔细想想。 竟然只是为了800两！你又来了，又来了！我去登阁去了。雷云鹤，我师叔雷云鹤，他怎么可能出现在雪月城，还做了守阁长老？ 这件事儿，你们的门主雷千虎也是知道的，也曾派人多次请他回雷家，可雷长老对雷家的人却闭门不见。至于为何，等你见到他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师叔，你身后背的。 想必就是那把纱布剑吧？你是雷轰的弟子。
晚辈雷无节，见过师叔。是雷轰让你来找我的，你回去告诉他，别白费力气了。师叔，我来这雪月城，不是来找您的。你是专程来气我的吗？不是。明白了，你是来见那个人的。好。哎，还望师叔成全。你若想见那个人，只需要赢我。那，师叔得罪了。凭你这火灼之术，是过不了我这15层的。拔剑吧，让我见识一下。雷轰当年不惜违背祖训，修了什么样的剑术？师叔，小心了！星雷尺，你输了，下阁去吧。晚辈此番闯阁，有必胜的决心，还请师叔不必留手。行。这小子不过区区金刚凡境，竟如此难缠。红哥，你知道冠绝榜吗？白小堂牌那个。将来的冠绝榜上得有我雷云鹤的名字，我雷轰的名字一定排在之前。看着吧，我一定名扬天下。你小子不要得寸进尺。或许你在这一辈雷门年轻人当中确实是天才，可是入了江湖，有的是能顷刻间取你性命的存在，不要太自大了。这我早就明白，我一路来到雪月城，见过了数不清的高手，威震江湖的前辈，连名号都不知的神秘人，还有我的同辈。这令我难以望其项背的真正的天才。我雷无节就是一路败到这里来的，但是我输得起。我相信，只要我还活着，总有一天我会赢回来的。相照，真情比天大，梦何惧渺小？任凭雷多纷扰，踏歌长啸，浪花奔劫啊！少年负心，天涯海角，一同逍遥，有只脚不寂寥。多谢了。
那30，多开一点。啊。心声随景雨轻袅袅，上扬在高，心如莲不染与你潮。跋涉千万里，惊涛踏歌者。原来如此，境界跌落，不是因为重伤，只是心颓了。让我也回想起那股少年之气，让我回想起那股力量吧。我以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。想不到，这15层的守阁人竟然是雷云鹤。雷云鹤，他居然还活着！小师叔，雷云鹤很有名吗？怎么没听师门长辈提起过他？你们望城山的人自然是不愿意提起的。这雷云鹤当年可是号称9天惊雷撼乾坤，一指破空9万里，同雷梦莎、雷千虎、雷轰并称为雷门4杰。当年最出名的一战，便是打伤了你们望城山。上山之后，他要挑战赵玉珍，一指截断上山道，2指掀翻乾坤殿。这第3指，则是对上了赵玉珍的青霄剑，却被一剑斩断了一条胳膊，从此销声匿迹，再也没有在江湖中出现过。传言他早就重伤而亡，没想到躲在雪月城。不过以他的武功，在雪月城当守阁长老，就算是剑仙要登阁也不容易啊。雷长老当年重伤，虽然保住了性命，可是武功境界却是一落千丈，如今只有自在地境的实力了。原来如此，不过看他现在的样子，应该是恢复了吧？若是恢复了，那你这好兄弟可就完蛋了。哇！云鹤兄，恭喜你重入逍遥天境。可是，这登天阁也是花了大价钱建造，还望云鹤兄手下留情啊！你这一个雷劈下去，我这登天阁可消受不起啊！我就劈了你这登天阁又如何？求你了！你小子不错。师叔谬赞了。你想登上阁顶，然后带那个人去见你的师傅？哼，好，到时候我也去。啊？阿离，云鹤兄，如今你功力尽复，可是要回雷家了？没脸回去啊！怎么又是这句话？自己丢的脸，总得自己拾起来。再说回家的事，我曾1指破苍山，我曾2指断乾坤，我的3指却没能破去那青霄剑，还丢了一只胳膊。如今我重回逍遥天境，再去见见那青霄剑如何？你打算去望城山？阿离，我们走。当年我持枪站在阁顶，满城风雨化为一枪，可有此风采？一半都没有。唉，输了呀！世人皆称我为枪仙，可哪有呼风唤雨、乘云驾鹤来的有气势？枪仙前辈，雷无杰小兄弟，你这是要去阁顶吗？我雷无杰此番前来雪月城，就是为了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，还望枪仙前辈成全。知道了。接着，可别一下子就被打下来啊！
不会的。下了。阿爹，大师兄。你们怎么下来了？雷无杰那小子不是要上阁顶吗？他们是来找人的。闯登天阁找人？难道他们找的是？咱们就看着吧，会是一出好戏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杰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是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杰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爹。雷家宝，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杰，问见雪月城，求见雪月剑仙李寒衣。喊了半天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别喊了，真是有些尴尬。不管了，好不容易闯到这阁顶，一定要见了他。雷家宝，喊什么喊？吵死了！问剑雪月城，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，这是纱布剑。我现在已经来了，你出剑吧，让我看看。你到底有什么底气说出“问剑雪月城”这句话来？好。这种杂耍，也拿出来丢人现眼。你的剑技橙子雷轰，大开大合，威力不俗，确实需要更扎实的基本功，不然就会破绽百出。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，还向天外天的少宗主学了另外一套拳术，再加上火灼术，2套拳法，1门秘术，你有多少心思可以放在席剑上？雷轰那个混蛋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师傅说了，行走江湖，艺多不压身。一派胡言！行走江湖，一人一剑，足矣。看！我的登天阁。李寒衣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！去！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。喂，你还好吧？还好。你是？我叫李凡松，也是来闯登天阁的。哦，你好啊。哇，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，真是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真想亲自接这一剑。会有机会的，我去了。问剑雪月剑仙李寒衣，哎，这来闯阁的是我，你要问剑剑仙，得从第1层登起啊。望尘山赵玉珍门下弟子李凡松前来拜会雪月城，问剑雪月剑仙李寒衣，请雪月剑仙赐教。无量剑是无量剑。李寒衣，我要跟你拼命！不要拦着我，李寒衣！我的登天阁！去！
拼了！我的东天阁呀，天了！李寒衣，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哎，兄台可还好？好疼！哎，打不过，是打不过。要不，哎，咱俩一起上。好啊，一起上。雷家堡雷轰座下弟子雷无极前来问见雪月城。赵雨珍座下弟子李凡松也来问见雪月城。剑仙指流步。无极还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樊松亦有一剑，请剑仙试之。剑名烈火轰雷。剑名无量天罡。我也有一剑。剑名月溪花尘。剑仙一剑，冠绝千古。还是打不过，那可是雪月剑仙，咱们俩能打过，那才有鬼了吧？这柄剑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回雪月剑仙，这柄剑是我自己用桃木雕的，还没来得及取名字。要不剑仙您给取一个？懒得取。你为何来见我？啊，那个，我听师傅说多了雪月剑仙的大名，有些神往。此番听从师命下山游历，就很想见一下前辈。现在见到了。啊，见到了，见到了，不愧是雪月剑仙。既然已经见到了，那还不快滚！赵师叔，起！大龙相立，
望城山李凡松，见过三城主。望城山飞轩，见过三城主。你们要见的人已经见到了，便早些回去吧。这一带望城山的五运和天运分得不错，看来以后的江湖，望城山要从雪月城手中夺去一半了。谁有稀罕？你呢？为什么来见我？哎，注意看啊，好戏要来了。晚辈雷无节，见过雪月剑仙。恳请雪月剑仙前往雷家堡，见我师父一面。雷轰，他要见我。师父曾与无节说起，他之所以习剑，就是因为见过了雪月剑仙一剑，之后更是时常念起那一剑，希望能与前辈再见。如今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懒得去。剑仙手下留情啊！很简单，你做我的弟子，什么时候能接我3剑，拿回这把纱布剑的时候，我就随你去见雷轰。你不愿意？剑仙剑术通神，雷无节早已心生神往。不过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需要与师父知会一声。你的意思是，先去见雷轰，再来说拜师的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空手套白狼。雷无节，拜入剑仙门下是求也求不来的机会，莫要再犹豫了。弟子雷无节，拜入雪月剑仙门下。如若他日雷轰师父责怪，雷无节便以死，以谢二位恩师，授业之恩。傻子！明日来后山找我。人生天地间，忽如远行客。就你话多。一约既成，万山无阻。雷无节，来，起来。雷无节，别晕呐，钱还没还。啊！哎，雷无节，他这一战消耗太多，身体已经透支了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你现在也正式成为他大师兄了。你这个师弟欠我800两，要不然你这个做师兄的帮他把这笔钱还了，我也好回我的雪落山庄。我没有钱。谁有钱？来，走。没错，雪月城上上下下所有的金钱开支，都是由我来负责的。那就好办了，800两。听唐莲说，你的名字叫萧瑟。是又如何？好名字。少拍马屁。该还钱还钱，我着急赶路。萧瑟，你……钱自然是要还的，只不过在下想请萧兄弟到雪月城稍住几天，我心中还有几个疑虑，想要向萧兄弟请教。我若是不从呢？难不成要以武力威胁我？自然不会。
想要萧兄弟进入雪月城，在下的确是有私心的。什么私心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阿爹，你说什么呢？长风不才，想收萧兄弟为徒。想收我为徒？凭什么？在下这一身武功，在江湖上也算是拿得出手。我又不行。除了武功，在下的棋艺那也是天下无双。不知道萧兄弟喜不喜欢下棋？谈不上喜欢，就是没输过。好，那不妨我们就下上这盘。倘若萧兄弟赢了，那我就不再勉强，如何？好一个雪月城！你当初就是这么骗落霞仙子留下的？愿赌服输，这哪是骗呢？请吧。围棋乃是鬼道，并非大道。想不到堂堂三城主，竟如此沉浸鬼道。若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，可算大道？三城主好大的谋算。不过萧某志不在此，在萧某看来，任何谋算都大不过银子。志不在此，还要银子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虽然有别的用处，若不想给，那就算了。这样吧，只要你能拜我为师，我便让你统管雪月城的财务，如何？三城主好魄力，值得吗？这是雪月城的选择。月俸800两，不够。那你说多少？一共800万两吧，待我出城之日一并给我。 800万两，你不如直接说让你当城主好了。好，成交。既然你心不在此，但是以4城为棋子，天下为棋盘的棋局已经摆好，我们所有人都是棋子，你我都不例外。那只是你觉得。化雪山庄的美，总会在片刻之间悄然凋谢，往往这时候都会下着微微细雪。阿爹还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等着看这片刻凋零的美景。他称这种景为雪殇。他觉得梅花凋零之时，雪也已然死去了。本来等了许久，想看这场雪殇的，只是你竟一刀将这些都给斩了。带他下去吧，睡一觉醒来，便什么都给忘了。12柄灵刀现在已然都断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由你们去做吧。宗主，关于你的那几个朋友，刚刚有一些新的消息传来。他们最近怎么样了？唐莲离开于师，回了一趟唐门，见了唐门师傅唐莲月一面。萧瑟和雷无杰却是兜兜转转，又行了3个月的路，才到雪月城。雷无杰前去登天阁，一直到了阁顶，与玄剑仙赵玉珍的弟子一同问见雪月剑仙李寒一。虽然最后被一剑打了下来，但是却被李寒一收入门下，成为了他第1个弟子。
这小子运气倒是挺不错的，能被雪月剑仙收入门下。不过听说他的另一个师傅雷轰和李寒一倒是有不少渊源。那另一个呢？那个抠门的老板回他的雪落山庄了。萧瑟也留在了雪月城，并且成为了枪仙司空长风的弟子。我还以为会是九仙百里东君。我那几个朋友，想必很快就会名震江湖，真是期待再相逢的那一天。萧瑟，醒了？我睡了多久啊？1天1夜了。这么久？那你在这儿等我，是要跟我道别啊？哟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是不是知道自己赔不起那800两，想赖账？不是，那个，哦，我找大师兄要去。去吧。那你等着。要什么呀？三师尊已经给他钱了，小心被他骗了啊！大师兄，这一句大师兄算是叫得名正言顺了。对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呢，是你的三师弟。三师弟，在你拜12师尊之后，萧瑟也被三师尊收入门下。虽说这雪月城内大家都是师兄弟，3位城主也只有我们3个徒弟，但是不管是从入门的先后，还是师傅的辈分，都应该这么办。你说对吧，三师弟？想不到呀，我竟然能和萧瑟兄弟成为同门。本来还想着这一路走来，你要跟我道别，我还有点舍不得。现在好了，我们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谁跟你一直在一起？滚一边去！雷兄弟真是少年心性。我跟你们2个说，咱们3个就一起闯荡江湖，就像那3位老城主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也去搞个天下第几当当。我觉得不错。我说雷无节，李寒一让你第2日就去寻他，我看这第2日天都快暗下了。堂堂雪月城2城主，向来一诺千金，晚了1刻，你们这万山5祖的约定，怕是就不作数了吧？告辞。小憨货，他这个年纪的少年郎，不就是这样吗？一路向前冲，万事抛脑后。所以才叫他憨货呀。话说你赖在这雪月城不走，真的是为了那800两？错了，是800万两。萧瑟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当年连月师傅将我送至雪月城的时候，让我替唐门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你吗？当然不是。想都不想便说不是。我说你这人还真是奇怪，你就算要等，也应该是等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你等我一个大老爷们干什么？你看着像是一副久经世事的样子，可实际上你才多大呀？你也就比雷无节大个几岁吧。管得着吗你？我不管你，有的人管。这话说得好。三师尊，看来今天我这小院贵客挺多呀。萧瑟，见到三师尊还不赶紧行礼？哎，无妨无妨。我虽想收你为徒，可你并未同意。唐莲、千洛，你们2个守在外面，我和这位萧兄弟商量些重要事情。是。是。我发现，你似乎
并不喜欢我。我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因为你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枪仙吗？是因为那件事情而怪我？我也不怪你。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选择，我只是不像他们一般看得起你罢了。独一无二的枪仙又如何？想收我为徒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当年你王叔入狱之时，我手提长枪，本已打算冲出雪月城，直奔天启，可我当时却收到了一封信。这封信是你王叔亲笔所写。王叔信上说什么了？他要我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留在雪月城。你确定是王叔亲笔所书？你王叔的笔记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龙飞凤舞的，天下间无人能够模仿。我本打算不听他的，可当年他却号称算无一策的卿相公子。我想，这或许是他计划中的一个环节。我倘若去了，或许会破坏他的计划。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却死了。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结果。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他的书信撕得粉碎，然后冲去天启把他给救出来。可是今日，我绝对不会再做让我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做什么？哎，钱老，放心，三师尊一定不会为难小色的。看来，你并不是伪装的，你的武功的确是被废了。多管闲事！哎，我司空长风乃是药王辛百草的半个徒弟，若论医术的话，天下我至少也能够排名在前5。所以，你有办法？你血脉不畅，这会给你的隐脉带来严重的后果。什么意思？多运动运动。阿爹，你没有揍他吧？你说呢？哎，钱老，你不是说最近练功没有对手，少了一些激情吗？阿爹，你怎么突然提这个呀？这个萧策啊，轻功身法不错。哎，你的枪要是能够追上他，那便提升了一个境界。我刚才已经跟他说好了，以后啊，你们2个一起练功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了？千洛谨遵父亲之命。嗯。师傅，师傅，只身。为何来的这么晚？我太累了，睡过头了。跪下。哦。还真是个傻子，还不快行拜师礼？哦哦，弟子雷无节，拜见师傅。我怎么收了这样的一个徒弟啊？起来吧。哎。雷无节，弟子在。身为剑客，你可知道，
自己是为何拔剑。为何拔剑？有人拔剑是因为想做英雄，想以一剑之威势平天下不平事；有人拔剑是因为畏惧，因为他不拔剑，其他人就会拔剑。如果不想死，就只能拔剑。那么雷无节，我问你，你是为什么而拔剑？师傅，这个我还没有考虑过。那你当年为何选择练剑？那日我看见师傅长袖一挥，一柄火红色的长剑冲天而起，那一道红光竟将云彩都染得通红。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玄妙的剑术。那时师傅便问我是否想要习剑，我都没有犹豫，只因那刻一剑之美而震撼。对，剑是这世间最美的事物。你师父若不是见了一剑之美，现在也不会落得这般田地。可你说的是习剑，我说的是拔剑，两者却是不同的。习剑可谈风流，而拔剑就只能问生死了。生死是，江湖上生死倒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就好像一言不合便要拔刀相向，刀剑把脖子一抹，死了便是死了。但我雷无节不认同这样的江湖。江湖胜败常见，生死又是何必？所以，拔剑可以论剑道，不言生死。你不想论生死，可如果别人对你拔剑，想要你死，那么你就这样去赴死吗？那我就……此剑名为听雨剑，是剑仙种种主所著，风雅四剑之一。为师赠予你了，就当是拜师礼。听雨剑，师傅，这剑肯定有问题。听雨剑它是有灵性的剑，它是认主的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听雨剑，那可是你初入江湖时得到的第一柄宝剑呢。看来你对你这个徒弟，还真是舍得呀。可是我这几日，不论怎么逼他，他都拔不出那柄剑。你是不是特别希望他在跟你对决的时候拔出剑来？生死一刻，长剑怒出，这是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怕就怕人不是为了自己拔剑，而是为了别人拔剑。不提这些了，你最近重拾医术了吗？看这些经络图做什么？我也收了一个徒弟，但阴脉受损，用不出武功了。这般严重？唉，是啊。我写了一封信给谢轩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法子。哼，那个臭书生。哎，他要是真来的话，你可千万不能找他比武啊！你徒弟拔不出剑来，你不好好教他，怎么让他跑下山了呢？是我放他下山的，我想让他好好的悟一悟这拔剑的真谛。雷无节，是你，陆明轩师兄。哎呀，你小子跟着二城主上山修炼，一走就是10日，可让我好找。你欠我那300两银子，什么时候还回来？输了的人还有资格要钱？别给我丢人！你是雷无节吗？啊，我是尹落霞。啊，落霞仙子，久仰大名。今日怎么下山来了？你师父呢？我师父闭关修炼，让我先在山下待几日，别影响他。闭关？难道他又要来了？仙子说什么？啊，没事。明轩，晃来晃去的做什么？站没站样？
天羽剑，没想到你师父把它传给了你。你知道它的来历吗？师父说这是他早年间的佩剑，但我怎么都拔不出来它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拔剑的理由吗？你别跑！嚯，你是比一直快。萧瑟，踏云部果然是天下第一轻功，这萧瑟没有半点内力，却有逍遥天境级别的高手所拥有的轻功水准。你给我小心点！知道你拔的是什么吗？这是云烟细棉，1000两银子一匹。管你是什么！刘杰，哎，来了！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江师弟。好，我今天不打你的萧兄弟了，我打你！我倒要看能让雪月剑仙收为弟子的人究竟有多特别。萧瑟，打不过啊！你把他给我打趴下，我给你800两。啊，8000两。我把我打趴下，今天你们2个谁都跑不掉。萧瑟，你到底怎么招惹他了？谁没事招惹这种人啊？萧瑟，你说清楚，哪种人？就是那种整天追着男人跑不要脸的人。你，刘杰，这都留不住人，太委屈这把银月枪了。刚才那一下肯定能留住他们的。嘿，你可别逗了，刚才那一枪你是故意丢歪的。不止今天，过去4天，每一天都是扔歪的。哦。好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。他们。应该没追来了啊，没受伤。没事儿。哎，这可是云烟细棉，很贵是吧？倒也不是，主要这个不吸血。哦。走吧，带你去找点水擦一下。走。哎，快点！路过此地，冒昧拜访。是他。是他。刘姐，你流鼻血了。用这个吧。不要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这是罗姐，这条手帕至少80两。不用，真不用。姑娘，你那2个家伙应该就在这附近吧？糟，他怎么追得这么快？哦，等一下，你们去我房间吧。哇，雪月城处处都是高手啊！走。哎。
姐姐好啊，千落姑娘。叶姐姐可有看到2个臭小子逃到附近啊？是什么样的2个臭小子？一个穿着红衣，拿着剑；一个穿着青衣。反正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的样子。啊，倒是没有见到。若是见到了，会告知千落姑娘的。这2天天气有些转凉，叶姐姐身体不好，就多在屋子里歇息吧。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叶姐姐好好休息，我过2天再来看你。出来吧。这回真走了。多谢姑娘，敢问姑娘尊姓大名？举手之劳而已。走了，多谢了。许久不见了，小楚河。你刚才为什么拉我走？我再不拉你走，你是不是就该问姑娘今年芳龄几许，是否婚配？那我没有。人家姑娘不回答你的问题，那摆明了是不想跟你多聊。你留在那讨什么心？再说了，你若想再见她，这有何难？司空千落不是认识他吗？你问唐莲啊。对呀。有什么事要问我啊？大师兄。周瑟，你这又被大小姐追着满城跑，你就不能消停点？这事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现在雪月城这么大一堆账要我来管，他还天天缠着我说是要跟我切磋，我又不会武功，怼他2句算客气。昨天是学他解我棺材的时候捏着鼻子说话，今日又怎么气着他了？今日是说千落师姐是那种追着男人跑的女人。你还好意思笑？连个千落都打不过，真不想当你这个大师兄。谁说的？若是杀不见在手，我至少能跟他打个平手。这听雨剑怎么了？师傅说，不对，都说了不是用力气拔。你心中没有拔剑的意志，所以拔不出它。拔剑的意志，那是什么呀？你需要找到拔剑的理由。的确，剑灵种铸的剑的确有所不同。据说他们铸剑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割破手掌，以血为剑，所以最后铸出来的剑都号称有破腹。不过以你的资质啊，拔剑只是时间问题。难得有机会下山，不如我们几个去喝一杯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我还有件事想要请教大师兄呢。有他这个百事通在，还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呀？你说是吧？我想问，我师父雷轰、师父李寒衣，还有望城山玄剑仙赵玉珍，他们3个人之间到底有怎样的故事啊？姑娘，你是谁啊？远深处，闻你轻声悠悠的低诉。残霜月，皆化作梦中一幕。奈何一念相逢，一念离别，难渡一生劫。风花雪月，不过前世今生缘。一段风月，一句念，泪难消心中结。情深不寿，与谁诉离别？一生
娘，你是谁啊？你怎么知道我是姑娘？不过换了男装，还贴了2撇假胡子，只有那守山的小道童才会被骗吧？你就是赵玉珍。对啊，我就是赵玉珍。要不要过来一起做？一会儿就能吃桃子了。桃子？对，我将离火镇心诀注入我这桃木剑中，插在树下，再过半个时辰，就能长出桃子了。离火镇心诀，望城山的至高心法，你居然用来种桃子？那不然，练它做什么？我是雪月城李寒一，听说你是望城山开山以来最年轻的天师，我想来找你问剑。雪月城，李寒一，这6个字放在一起，可真是够冷的。可别耽误了我的桃子长大。废话那么多，看剑！太乙狮子诀。我是来问剑的，不要给我用这些法术。你人怎么这样啊？我现在还不能出剑。为何？我的剑插在这树下，拔了剑就吃不了桃子了。吃桃子？吃桃子。让你吃个屁！剑起！我的剑仙怎么了？我就说你是个姑娘吧。可是我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？